各位好，兴趣散的摄影师总。那接下来开箱的东西呢，是一个全台湾可能全世界都几乎没有开箱过，但是我保证一定是台湾唯一哦。那接下来开箱呢，是一台只有限量2000台的相机，你没有听错，全球限量2000台，抢先开箱给各位看，也就是我们的GR3 Diary Edition。也就是日记版本 GR3 的日记版本，它是一个全新的配色，而且是一个特殊版本哦。我还没看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实际的颜色怎么样。哇，我是说真的，超级期待。那这个日记版本呢，就是 GR3 的原版，但是有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加了一个新的滤镜。然后 GR3 的原版呢，就是 28mm f2.8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点进这部影片里呢，应该都知道 GR3 的功用了。但是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日记版本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。哇，这个呢是它的小袋子，但是这个也太小了吧？这个手腕要怎么过去？我不确定，但是颜色至少是挺特别的。那这个相机套呢，其实是布的，不是皮的，只有这边是皮的，但是不是真皮呢？其实不知道。它的收法呢，就是这一条打开，然后这样子收进去。好，它有附一个黑色的环给你，因为它这次特别版的应该是银色的。然后这是使用手册，各位重点在哪里？这里，没有，重点都在课本里。好，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吧。今天的主角就在这里，大家期待它的颜色看起来怎么样吗？不猜给各位看，没有啦。好啦，我们来猜吧。来咯，3、2、1，哇哦！然后再来是再一层哦，哇哦，各位，哇哦，各位，这里 GR3 日记版本。那我这边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我肉眼看起来的感受哦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的棕色，那有一点点香槟金的感觉，但是一点点而已，它是一个很浅很浅的棕色。然后说实话呢，是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呢，这边呢也是皮革，这边是深咖啡色，这边就是一个很浅很浅的咖啡色，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哦，哇，好赞哦。那它的相机套呢，就是这样子用。好 ，OK， 相机套装起来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有写个 GR，非常的酷炫。然后这样抽出来，就可以把相机给取出来啦。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台相机呢有个特色呢，就是它有关机动画。我们给各位看哦。各位再看一次。对，就这样。它这个关机动画呢，是一个不稳的背景，配上 GR Diary Edition 这样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听说还有新的滤镜，我们看是哪一个？有一个新的底片色调，哎，哇哦，各位，哇哦，底片色调，期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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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银圈呢放在这里呢，真的是十分漂亮。然后我们就带这台相机出门拍拍照吧。那看完以上实拍，如果你也对这一代的 GR3 的 Diary Edition 我觉得很喜欢的话，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GR 系列到底多有魅力。这一代的这个日记版本 Diary Edition 呢，基本上就是 GR3 的特别版，所以内在跟 GR3 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就来稍微聊一下说 GR3 跟 GR3X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选择，因为
就算我 GR3X 的影片有讲过，但是还是很多人常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我的第一台 GR 到底要买28还是买40呢？那我这边给各位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就是说全都买。全都买就没困扰了。想带40就带40，想带28就带28，你就没困扰咯。我不是开玩笑，因为我是真的2台都有，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详细的说明说我完整使用过这2台之后，我到底比较喜欢28还是40。说不定你听了我的使用心得之后，你就知道你到底要选择哪一台咯。GR 这个词呢，基本上就是随身机的最经典的一台相机。如果他说第2的话，我相信没有人敢说第1，因为以口袋机来说，真的没有对手。GR 自古以来呢，都是以28mm 的焦段出名的。28mm 这个焦段呢，说广不广，说远不远，它就是一个你拿起来看到什么就拍什么的感觉，就是一个可以传达日常温度的一台相机哦。这是我对28mm 的感想。加上呢，它的近拍呢是有到6cm 的，6cm 非常非常的近。我们透过 GR3 的 APS-C 的感光元件，加上超级近的对焦，其实我们在拍摄这些花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得到非常浅的景深哦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哦，它拍起来好像怎么拍都跟手机一样，其实不会。它影像的整体的层次感，还有近拍的那个浅景深的感受呢，都是手机完全无法比拟的。那关于街头摄影的部分，因为这台 GR3 呢是被称作为是街拍神器。那说老实话，我不是一个很敢靠近陌生人的人，所以我街拍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不敢拍那么近。但是 GR3 的重点就是它是28mm，所以你在靠近陌生人，然后这样随手拿出来按一张的时候，GR3 的快门声也非常的小声，甚至于说你还可以把荧幕关掉、灯关掉，没有人知道你在拍照，但是你就可以拍出一些近距离很有张力的街拍感。它是一个可以真实传达街头温度的一台相机，因为你不是望远的感觉，你就是一个真的，你看到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28mm这个焦段呢受到这么多人的簇拥。那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小 paper， 就是 GR 系列呢，其实左边这个按键是切到录影的按键，我强烈建议你把这个按键改成裁切这是我个人的建议。因为你就可以按一个按键裁切，那28mm的话呢，你按一下就裁成35，我常常会把它裁成35去做使用，非常的方便。那再来聊一下 GR3X， 也就是我比较长期使用的一台相机。GR3X 的话呢，评测报告在这边，还没看的呢可以去看。GR3X 的40mm 焦段呢，其实算是一个比35长一点，比50短一点，但是我平常其实比较会把它当做接近50来做使用，比较不会用35的感受去拍它。那 GR3X 的重点呢，就是说40mm 比较远嘛，所以假装你今天喜欢街拍的话，40mm 比较远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比较远的情况下去拍摄这个画面，也比较不会打扰到陌生人。但是相对来说呢，画面就不会那么的有广角的张力感，这就是小小的缺点。但是 GR3X 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优点，就是说感光元件够大，配上40mm f2.8，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好制造前景深的一台相机，尤其是拍人很方便。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拍人，又或是你的旅游的情况下，你比较喜欢拍一些特写的话，我个人会比较推荐 GR3X， 因为它跟 GR3 基本上一样小台。所以说个实在话因为其实我都会带大相机去旅游，所以如果真的要备一台随身机的话呢，其实我会倾向是 3X 大于3。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，就是我这次使用这个 GR3 之后呢，我觉得好像有点重新开始喜欢上28mm的感觉哦。我相信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的，就是你们都是从小片幅慢慢升到全片幅，甚至中片幅等等的。其实你一回到 APS-C， 又回到28mm的广角情况下，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景深都很深。那景深都很深的情况下，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更专注于去构图。因为其实小广角的构图会比长焦还要更为的困难，不管是50或是85之类的。如果是广角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很注意整个画面的周遭，反倒是会提升你的摄影的专注度，也会让你有点重拾摄影的热情哦。那重拾摄影的热情还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说这次新增了一个色调叫做负片。这个负片色调呢超级好看，我测试之后呢，觉得这个负片色调其实在比较欠曝的情况下才会比较像负片。我以前也拍很多底片，所以我有这个感觉啦。在曝光充足的情况下，或是比较过曝的情况下呢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所谓的负片感，
反倒是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哦。那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相当好，不是说它不好，只是说好像没有那么的负片，但我还是完全可以接受，因为这次用下来我觉得很开心。整体画面呢，就是有点色调不会说特别的浓郁，就是有点柔和的感觉，照片不会让你看久了不舒服，它就是一个很适中的色调，也不会过度的饱和之类的，这就是我对这个色调的评语。然后这个色调呢是有更新的，所以就算你是 GR3 的普通版或是 GR3X， 你透过更新之后呢，都可以得到这个最新的负片色调。 Ricoh 真的超级佛心，最新的特别版本的色调直接送给你们，你不用买特别版，你也有这个漂亮的色调哦。然后提个外话，就是说我刚刚忘了说 GR3X 的话呢，我也是把那个录影键改成所谓的裁切。那 GR3X 的裁切之后呢，就是50mm，所以我其实用 GR3X 的时候呢，也很常裁切。50作为最经典的一个定焦焦段来说，构图上是真的超级方便。好，以上说了这么多呢，我想问一下各位哦，就是 GR 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？我这边先讲一下对我来说的感想好了。在相机对我来说呢，是一台能够温柔的写下每个瞬间，能够细腻的记录生活周遭，也能够开心的让我们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。这就是我对 GR 的想法。我是说真的，回去看照片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是看了很开心，觉得幸好我有带 GR 出门，它不会有手机摄影的那种 HDR 的重手感觉。那很多人会说你玩 GR 是不是就是玩直出？但是其实我啦，我还是都会拍 RAW 以防万一，因为我觉得它的 RAW 档修起来其实 ISO 还不错。它的 JPG 的 ISO 呢表现其实不太好，但是 RAW 档的话，去玩照其实是还蛮可用的哦。小小的建议分享给各位。这台相机其实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拿做工作使用，尤其 GR3X， 因为它的焦段比较长一点。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一次 GR3 日记版本特别版本的评测跟想法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都欢迎留言，我都会一一回答给各位。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Enzo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